60大寿那天，儿子说要给我一个惊喜。等到夜深，他醉醺醺进门，身后跟了个大肚子女孩。妈，您退休这么久，发挥余热的日子到了。这是我新媳妇果果，怀孕6个月，等着您给伺候月子呢。不是，这老东西站都站不稳，怎么抱孩子呀？那女孩嘟起嘴，上下打量我，不乐意就让她走。要不是看她手里还有几个子儿，早被我丢养老院了。谢瑞妍打了个9嗝，面无表情望着我，我心寒至极，连夜预定国外最奢华的养老院，捐出所有家产，临走前留书一封：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没有儿孙我享福。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很快回复了我的入住申请。郑女士，跟您再次确认一下，您是要预定20年的豪华套房吗？定金是5000万。是的，确认。我没有犹豫。好的，5天后，工作人员会前往您的住处迎接。还有，您没有填写任何家属情况，请问都死了？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又发来一行字：郑女士，您还需要儿子吗？我笑了笑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直白的可爱。想到自己的归宿已定，心里轻松不少。次日清晨，我被刺耳的调笑声吵醒。阿言，你可太会了！嘘，别吵到我妈。不会吧？她是不是都快聋了？我握紧拳头，指甲深深陷入掌心。走到餐厅想躲个清静，却被眼前的景象愣住。餐桌上、地上，到处都是空酒瓶和外卖盒，一片狼藉。昨晚我亲手煮的2碗长寿面，此刻已经坨成一团，静静地躺在垃圾桶里，散发着馊味。我嘲笑自己，提前好几天就盼着儿子回来，还翻来覆去想着，1年没见，他现在是什么样子？工作累不累？有没有好好吃饭？妈，您怎么还不给我们做饭？果果还怀着孕呢。谢瑞妍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带着几分不耐烦。我看她眼下乌青，脸颊浮肿，哪还有儿时伶俐可人的模样？小妍，你昨晚是怎么说的？不用你送养老院，我自己去。谢瑞妍愣了一下，凑过来搂着我的脖子，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。妈，这么大岁数，怎么还闹脾气呢？我那是喝多了，跟您开玩笑呢。下次好好给您过生日，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我拨开她的手，严肃问道：你都离了3次婚了，还能安稳下来过日子吗？这岁数又要孩子，你就没考虑过孩子的身体？真是瞎操心。果果还比我小10几岁呢，孩子能有什么问题？我张了张嘴，觉得有些话不该说，还是咽了回去。谢瑞妍见我沉默，闪烁着眼神说道：来都来了，您总得给果果拿点彩礼吧？你想给什么是你的事，我不会承认这个儿媳的。我有点累，先上楼了。妈，我们好心好意过来看您，您怎么能这样？我冷着脸转身欲走，被谢瑞妍一把拉住胳膊，整个人踉跄了2步，直接摔倒在地，下肢剧痛袭来，冷汗直冒。谢瑞妍慌了神：妈，您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她蹲下身，轻轻触摸我红肿的脚踝，倒吸一口气：阿言，我饿了。你昨天是怎么答应我的？进了大别墅里吃喝不愁，这里连个佣人都没有，不会还要伺候这老不死的吧？这老太太哪像个富婆的样子？我说你们娘俩是不是合起手来骗我肚子的？果果的声音尖锐刺耳，一脸不耐烦：宝贝儿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我爱你还来不及呢。谢瑞妍马上放下我，去安慰她的小娇妻。我坐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，难以相信儿子会变得这么是非不分。既然这样，我也该趁早收拾行李了。我扶着楼梯扶手，一步一顿地往卧室挪动。60年的人生已经够长了，我这把老骨头
已经没有心气再去干涉别人的举动。就算那个人是我亲手养大的儿子，脚踝阵阵刺痛，每迈一步都像踩在碎玻璃上，不得不去求助别人。老管家春妈在电话里激动的声音直颤：“太太，我每天都盼着您的电话，又祈祷您别来电话。只要您不联系我，就说明您过得好，不需要我。对，我现在需要你了。”我硬挤出一个笑。10年前，老伴去世，我就一个人住在这空荡荡的别墅里，除了定期请人打扫卫生，不需要任何人的照顾。本来并不觉得寂寞，现在屋里多了2个喘气的，气氛反而压抑极了。春妈还是那副风风火火的样子，当天下午就从郊区赶了回来，嘴里不停念叨着：“瘦了，太太都瘦成这样了。”我安慰她：“都这岁数了，能活着不就挺好的吗？太太一定长命百岁。您说小少爷又娶了媳妇，这都多少个了？不过还得恭喜太太，明年终于能抱上谢三贝儿了。这喜从何来？”我拍拍他的手说：“是福是祸，你看见就知道了。”没过多久，谢瑞妍扶着果果游玩归来，见到春妈，脸色瞬间沉了沉，然后挤眉弄眼说：“哟，我妈给的几百万退休金，春妈都给花完了。”果果挺着肚子，脸色变得很难看，对春妈颐指气使：“既然佣人来了，就干活吧。你去给我倒杯水。小妍，春妈看顾你从小到大，算是长辈。我现在请她回来帮忙，你们谁都不能这么跟她说话。”我从没这么大声呵斥过谢瑞妍，她顿时觉得失了面子，指着我们吼道：“她算哪门子长辈？一个下人而已，这个家里谁轻谁重你还分不清，真是老糊涂了。”我头疼欲裂，强撑着直起腰背。春妈马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她对那2个人连眼神都懒得给，只是恭恭敬敬搀扶我，慢慢走上楼梯。进了卧室，春妈扶我躺下，她刚才装着没事，现在气得浑身发抖，趴在我床尾直抹眼泪。“太太，您说小少爷小时候多乖呀，每天放学回来都拉着我的手，问今天有什么好吃的。他还说长大要赚好多好多钱，给您买大房子，让您享福呢，怎么就变成个混不吝的？我看那个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算了，我多说2句都被嫌弃，由他们去吧。”我眼眶一热，轻声安慰她。想到谢瑞妍儿时瘦瘦小小惹人怜爱的样子，她总喜欢扑入我怀里，奶声奶气喊妈妈，遇到打雷下雨还会哭着让我保护她。时光流逝了几10年，那份依恋早就淹没在花花世界中。我现在只想最后在谢宅待几天，然后飞去遥远的养老院，安度余生。闭上眼睛，是真的有些倦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急促的砸门声将我们惊醒。春妈起身开门，惊呼一声，只见门口横七竖八地堆放着10几个旅行箱，五颜六色的。紧接着，果果那尖锐刺耳的声音便传了进来：“这屋子阳光这么好，我住着对宝宝才好呢，里面那些老太婆的破烂玩意儿，赶紧给我搬出去！”果果趾高气昂地指挥着2个保安，抬起屋里的红木梳妆台，粗暴丢在走廊，仿佛这里已经是他的天下。我找大师算过了，这房间风水极好，可惜老人味那么重，臭死了。春妈哪里见过我受这样的委屈，她气得脸色发青，指着果果的鼻子骂了起来：“你个没教养的小娼妇，有什么资格对太太指手画脚？穿得跟个野鸡似的，也不怕教坏了肚子里的孩子。我们太太有涵养，不跟你一般见识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！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”我扬起嘴角，春妈这把年纪了，嘴皮子丝毫不减。当年在谢家，上上下下的佣人
哪个偷懒的没被他对过？果果擦了擦脸上的吐沫星子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开始撒泼打滚。哎呦，我的肚子！老公，他欺负我，他要害我们的宝宝。果果，我给你买最爱吃的韭菜盒子去了，你怎么哭了？谢瑞妍焦急的声音从走廊另一头传来。果果看到他来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谢瑞妍语气瞬间变得尖锐，冲着我吼道：“妈，您平时不是总叫我与人为善，怎么自己做不到呢？您一个长辈，跟孕妇计较什么？家里那么多房间，您随便换一间不行吗？非得跟他抢？你们想住就住吧。”我闭了闭眼，胸口好像被巨石压得喘不过气。谢谢妈，我就知道妈最疼我了。谢瑞妍马上喜笑颜开，拉着果果参观屋子。这房间里的一切陈设，哪个不是我亲手挑选、精心呵护了几十年？恐怕要被他们肆意践踏了。不过，这一切很快就要与我无关了。我已经打定主意，将这栋别墅挂牌出售，1分钱也不会留给这个不孝的家伙。我努力平复心中的波澜，抬手去拿桌案上的子豪，准备带去客房。果果在一旁嫌弃地说：“脏死了，一股子臭味，有完没完？你的教养呢？”我厉声呵斥，他被我的声音吓了一跳，转头看向谢瑞妍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“老公，这些东西我看着就恶心，还有窗台上那些破花熏得我头疼，扔掉，都扔掉！”谢瑞妍毫不犹豫，挥手示意保安上前。“你敢？你知道这些兰花值多少钱吗？比别墅都值钱！”春妈攥起拳头，眼睛都气红了。俩老太太吓唬谁呢？果果抬手一挥，将窗台上的兰花应声落地，紫砂盆碎裂的声音格外刺耳。那株刚开始萌发花芽的天意荷，转瞬间失去生机。“宝贝儿，你千万别不开心，这屋里还有什么看不顺眼的？全砸了听响儿。”谢瑞妍轻声细语哄着。我看着眼前荒唐的一幕，反而有种解脱。这些兰花都在协会上过保险的，每一株都有详细的记录和估价。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就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了。那里面又是什么？阿言，快打开给我看看！果果指着桌上的紫檀木首饰盒，眼中泛起贪婪的光。我心中一惊，平静的表情瞬间破裂。不行，那里面有我的传家之物，绝不能落到这种人手里。春妈看我面色不对，上前想要抢回来。“老东西，你敢！”谢瑞妍将春妈一把推开，讨好的为果果打开首饰盒，盒盖轻起，露出2层精致的抽屉，上层金光闪闪，是我当年嫁入谢家时的嫁妆，每一件都工艺精湛，价值不菲。下层静静躺着一副翡翠手镯，通体碧绿，水头极好。哇，好漂亮呀！老太太这里果然有好东西。果果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她迫不及待地将金饰一股脑戴在身上，金项链、金戒指、金钗，叮当作响，俗不可耐。首饰盒被她随意丢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镯子从抽屉里滚落出来，掉在地上，啪的一声，裂成4瓣。我只觉得胸口一阵剧痛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跟着那镯子一起碎裂了。那对翡翠镯子是亡夫给我的聘礼，那时候兵荒马乱，老谢托人辗转寻来，在新婚之夜亲手为我戴上，说是老坑玻璃种，难得一见。可如今，这唯一的念想却被一个外人如此轻易毁掉。春妈指着果果的鼻子骂道：“造孽呀！太太那么珍贵的东西都被你毁了。”果果从鼻子里哼出几声：“得了吧，老太婆，你刚才说那破花值钱，现在又说这玩意珍贵，一摔就摔，和玻璃有什么区别？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故意装在里面碰瓷的？老公，
怎么样？老太婆年纪那么大，戴这些可不好看。她不停摆弄身上璀璨的金饰，娇声问道：“宝贝儿，太衬你了，都戴着吧。妈，还有什么值钱的都拿出来。儿子做生意亏了5000万，可不想背着债过年。”谢瑞妍抚着果果的腰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翘起二郎腿。您没听到了吗？我需要钱，我听到了，但1分钱也不会给你。这些年你投了多少次不正经的生意，败出去的家底还少吗？我摇着头，语气坚定。没想到谢瑞妍却说：“妈，您什么意思？谢家那么多财产不留给我们，还想带进棺材里呀？”我浑身一震，忍不住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：“闹够了吗？现在就盼着我死！告诉你们，谢家的东西容不得你们霍霍。”他捂起脸，像是受了极大侮辱，眼底升起深深的怨恨。我闹什么了？家里那么多钱，我就想过得舒服点，有错吗？吃喝玩乐有什么不好？你从小到大就想管着我，我早就受够了。少爷，其实太太她，春妈在一旁急得直跺脚，被我一个眼神制止。有些事瞒了一辈子，就让它烂在肚子里吧。行，您够狠，不是喜欢这屋子吗？就让您住个够。谢瑞妍的声音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冰。他拽起果果，大步走出去，砰的一声，房门发出巨响。一天不给我钱，你们一天也别想离开这儿。不给钱，你们就在屋里等死吧。我听到铁链挂上的声音，眼前一黑，是我教子无方，教出这么个丧尽天良的东西。春妈知道我血压高了，拍门高声求救，可她嗓子都喊哑了。外面的人也不为所动。我们就这样被关了3天。谢瑞妍那个畜生，连口吃的都不送进来，还关了暖气。冬天的阁楼里就像冰窖一样寒冷。我发起了高烧，胃像被反复捶打一样绞痛。本该安享晚年，竟要被亲生儿子关在家里等死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早知道会是这样的死局，当初我就不该心软。突然，一束光亮从玻璃窗透进来。春妈，是不是老谢来接我了？我沙哑开口，有些恍惚。来了，都来了。春妈连忙拍打窗户。啊！我努力睁大眼睛，窗外黑影绰绰，似乎有人正试图进入屋内。可这是3楼啊！咔嚓几声脆响，被锁住的窗户玻璃应声而碎。3个人影翻了进来。老郑、老周、老郭，10年未见，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，曾在谢宅工作过的司机、园丁和厨子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太太，您别怪我多嘴，我把家里的事都告诉他们了。春妈哭肿了眼睛。太太，您受委屈了，谢少爷真是不孝，怎么能下这么狠的心？幸亏我老周当年挖的狗洞还留着，快送太太去医院。老郑头的车还在外面停着呢，他们找了个被单绑在麻绳上，做成简易担架，就这么把我从窗户抬了出去。我好像浮在云端，身体轻飘飘的，终于可以逃离困境了。等我病好了，可得请这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伙计们吃顿饭，好好叙叙旧。没想到，我们刚踏上后院的草坪，就听见一声怒吼：“你们是谁？干什么呢？”完了，我心里一沉。谢瑞妍带着几个凶神恶煞的保安，气势汹汹冲过来，我被谢瑞妍狠狠推倒在地。你还是人吗？你妈这么大岁数，你都敢动手？老郑气得破口大骂，却被保安一拳打在肚子上，疼得弯下了腰。闭嘴！这是我们的家事，我马上报警抓你们几个私闯民宅的老东西。谢瑞妍喝得脸红脖子粗，不停朝他们嘶吼。我感到深深的绝望。如果手里有一把刀，我会毫不犹豫和他同归于尽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响起在头顶，
所有人都抬起头，只见一架黑色的直升机缓缓降落在院子里，舱门打开，几个身穿黑色西服、气度不凡的男人走了下来。他们径直走到我面前，整齐划一鞠了一躬：“郑女士，我们来接您了。您5天前预定了顶级养老服务，现在就请跟我们共同前往天境。看来我们来的有些迟了，请您见谅。飞机上有最好的医疗服务。”为首的男人微笑解释道。我愣住了，天哪，这几天被那个忘恩负义的儿子折腾的，人都快烧没了，连这件大事都忘了。2个黑衣人走上前来，将我搀扶起来，小心翼翼向直升机走去。你们跟我一起走吧，所有费用我来出。我朝那几个老伙计说着。不了太太，这谢宅我们帮您守着，我们老了，不想折腾了。万一您过得不舒坦，回来还能有个落脚的地方。他们的话让我心中一酸，明明已经决定放下了，想到这里是我和老谢住了一辈子的地方，还是痛心到无法割舍。我向为首的黑衣人招了招手，轻声说道：“我想把这栋别墅转到他们几个人的名下，你们可以帮我办理吗？”“没问题，您有任何需求，天境都会尽力满足。”“妈，这可是谢家的房子，是我的！”谢瑞妍惊呼一声，扑上来紧紧抓住我胳膊。黑衣人将他擒下，带着不容拒绝的威严冷冷说道：“请您尊重郑女士的决定，有任何异议可以向天境的律师团队提出。”看着比他高大许多的黑衣人，谢瑞妍顿时怂了。“妈，您怎么还来真的呀？养老院哪比得上家里温暖？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会好好孝顺您的。”“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您别丢下我不管呢。您走了我可怎么办？谁来照顾果果？谁来帮我还债呀？”谢瑞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哭得像个孩子。“你把我锁在那间冰冷屋子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80岁的我会怎么办呢？如果他们不来，我还活得过今晚吗？”我心中毫无波澜，任由黑衣人搀扶着，一步步走向直升机。他的眼泪，他的哀求，都无法再打动我了。“对了，卧室里有给你留的东西。”我喃喃着，声音瞬间被直升机的轰鸣声淹没。谢瑞妍焦急起身，想追过来，被黑衣人牢牢拦住。我手臂上绑着输液管，坐在舒适的座椅上昏昏欲睡。透过舷窗，还能看到他跪在地上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。天境住了半个月，我已经可以拄着拐杖行动自如了。连这里的医生都说，我这把年纪能恢复如初，真是个奇迹。只是心里一直不太安稳。黑衣人回来后，给我带来了谢宅的近况。那群雷厉风行的老伙计们，拿到别墅产权，就把谢瑞妍和果果的东西一股脑地扔了出去。可我还是低估了谢瑞妍的脸皮厚度。他先是死皮赖脸的不肯搬走，像个无赖一样在门口撒泼，又让追债的地痞流氓大摇大摆闯进别墅，把里面值钱的家具一件件往货车上搬。老伙计们根本拦不住。更过分的是，他还叫来一群狐朋狗友，在别墅里夜夜笙歌，搞得乌烟瘴气。果果挺着个大肚子，颐指气使地让春妈伺候她。我看得心急如焚，坐立不安。能不能让我先回去一趟？我不能丢下他们，自己在这里享福。郑女士，您先别急，再看看这个。黑衣人手指着荧幕一转，画面正对着别墅门口，一排保镖威严站立，还有各个房间的画面，看起来已经恢复如初。这是隐蔽摄像头，可以实时监控。您儿子找的人不过一群酒囊饭袋，现在这里保卫森严，只有别墅主人可以进入。我这才放了心，
接着，他又给我看谢瑞妍家里的监控，果果瘫在沙发上刷手机，笑着戳了戳旁边。你看这个标题，什么著名生物学家郑兰君女士将毕生收藏捐赠给国家博物馆，价值5个亿，太假了！哪有人会把5个亿的财产都捐了？是不是缺心眼？谢瑞妍正在吞云吐雾，漫不经心瞥了一眼，立刻弹了起来。他仔细看了3遍新闻，满脸不可置信：这不是我妈的照片吗？还有这些字画和珠宝都是家里的。我说怎么找不到了？他怎么都给捐了？谢瑞妍马上给博物馆打电话，语气激动：我是郑兰君的儿子，你们凭什么接受他的捐赠？我不同意，那些东西是我的。工作人员的回复强硬：我不知道您是哪位，不过郑女士的捐赠行为是完全合法合规的，这里是国家级机构。如果您有任何异议，请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谢瑞妍闻言，跪倒在沙发上，捶胸顿足，嘴里还在不停咒骂。果果看着他这副失态的样子，眼中闪过鄙夷。谢瑞妍在房间来回走了好几圈，又翻了半天电话簿，脸上换上夸张的笑容。与此同时，我身边的手机响起：妈，您在养老院住的不如家里舒心吧？儿子儿媳都想您了，等着伺候您呢。谢瑞妍的声音虚伪的让人作呕，好像那个暴怒的儿子从未存在过。想我？我看你是想我的钱吧？我冷笑一声：你不是都看到了吗？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捐给国家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：妈，您疯了吗？那可是值5个亿啊！随便一件东西就能让我的生意起死回生，就算爸不在了，那些东西我也有继承权啊！我现在就去给我爸烧香，说您不要我了。谢瑞妍气急败坏：你怎么不把自己也烧了？好好跟你爸讲讲，把这些日子对我做了什么？我语气平静，早就料到他还是这么无耻。我是您唯一的儿子，您不能这么自私！他近乎咆哮地喊道：自私？你要不要看看网络上对我是什么评价？我话音刚落，就见荧幕里的谢瑞妍猛地将手机摔在地上，果果脸上的笑容早已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。我就说老太婆不靠谱吧，现在好了，什么都没了。谢瑞妍眼中充满了怒火，一把抓住果果的头发，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。贱人，要不是你整天在我耳边挑拨离间，我和我妈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？果果捂着脸尖叫：你竟敢打我！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呢！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哪有一点当妈的样子？那你呢？自己没本事，亲妈1毛钱都不给你，还有脸赖我？2个人扭打在一起，场面一片混乱。果果行动笨拙，没能受得了几下谢瑞妍的拳打脚踢，就捂着肚子，痛苦地蜷缩在地上。只见身下一股股血水染红了地毯，我冷眼看着，顺手帮他们打了120。救护车把果果拉走后，谢瑞妍颓然坐在地上，看着空空如也的酒瓶，又点了一支烟。突然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屋里的死寂。妈，是您吗？我错了，世界兰花协会。谢瑞妍愣了一下。喂，郑女士每年春节都会提供一批珍稀兰花参展，但是我们现在联系不上她，展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这边很着急呀。您是她的紧急联络人，能不能尽快把那些兰花送过来？兰花？那些花都没了呀！谢瑞妍擦着头上的冷汗，花都没了？您别开玩笑了，上周郑女士还给我们发了照片呢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们都是投了保险的，如果真的出了什么意外，保险公司会进行赔偿的。那批兰花是世界罕见的极品，初步估价大概在9000万左右。
您快告诉我是什么人破坏的，我们马上报警。谢瑞妍瘫坐在地上，眼神充满了恐惧和悔恨。他再次拨通了我的电话，却发现已经被我拉黑了。我关掉监控，不想再看下去了。机器人管家站在门口，毕恭毕敬问道：“郑女士，您的插花课程马上就要开始，今天想穿哪一套服装？”我指了指衣柜里淡紫色的真丝旗袍，上面绣着几朵盛开的兰花，就这件吧。春节将至，我准备了许多精美的插花和礼品，准备寄回谢宅，亲手将作品打包好，写上地址。我想象着老伙计们收到礼物时惊喜的样子，嘴角不禁微微上扬。几天后，春妈打来视频，我满心欢喜接起，荧幕上出现的却是谢瑞妍浮肿的脸。她在菜市场抢了春妈的手机：“妈，您寄的那些东西我们都收到了，真漂亮。您在那边还好吧？”没想到她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好像受了很大委屈。我们是鬼迷心窍了，才对您那么做的。现在您的孙子没了，果果受了很大的打击，精神也不好。妈，您就当可怜可怜我们，回来吧，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孝顺您，伺候您晚年。谢瑞妍，你有点担当好不好？我在这里过得很好，也不需要你伺候，你们的事与我无关。我冷冷看着他拙劣的表演。春妈在一旁大声喊道：“太太，您千万别信他的。我当然明白，他现在走投无路，又想起了我来。可惜他估错了我的决绝。”谢瑞妍恶狠狠地瞪了春妈一眼，渐软的不行，露出狰狞的面孔，开始说狠话：“郑兰君，你对自己的亲儿子这么狠心，你会遭报应的。”我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心中浮现出一丝痛快。我留给你的东西，你还没打开吧？谢瑞妍愣了几秒，马上丢下春妈的手机跑了。太太，少爷好像往别墅那边去了。没事，让他进去找吧。我淡淡说道。没过多久，就见监控里，谢瑞妍拉着果果冲进我的卧室，一阵翻箱倒柜。春妈收拾好的房间都被他们翻得乱七八糟。谢瑞妍从衣柜角落捧出一个黑色的保险箱，满脸惊喜。密码是多少？她急不可耐地试了又试。我的生日和老谢的生日都显示密码错误，这老太婆又诓我们。果果气得将保险箱摔在地上。不会的，我妈那么认真的人，说是留给我的东西，肯定是给我的。谢瑞妍想了又想，像对待绝世珍宝那样，输入了自己的生日。咔嗒一声，保险箱应声而开，她脸上展露狂喜。我就知道，妈您心里还是有我的。我感觉有些好笑。她还以为这里装着什么金银珠宝吗？她激动地说道，想伸手去拿，却只拿出薄纸3张。这啥玩意？地契吗？果果马上抢过来看，第1张是我极为拿手的颜体书法，端庄又厚重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没有儿孙我享福。这是古董，值多少钱呢？果果看也看不懂，连忙问谢瑞妍，却发现对方根本没理他，只是拿着另外2张纸，脸上的笑容凝成一团。喂，你怎么了？这又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？谢瑞妍哆嗦着，像是又被我狠狠地扇了一巴掌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谢瑞妍脸色惨白，手中的纸张轻飘飘落在了地上。果果一把抓起，仔细看了起来。怎么会？一张塑封的收养证明，上面清晰印着我和谢瑞妍的名字。另一张是泛黄的陈年报纸，刊登了一起实验室事故。没错，谢瑞妍是我领养的孩子，她的亲生母亲曾是我的同事，在那场实验事故中不幸遇难。我永远也忘不了，她用身体阻挡着火焰，满脸决绝，冲我们大喊，拿着数据快跑的样子，
谢瑞妍当时只有5岁，她站在实验室楼下，本想等着母亲下班，一起回家吃饭。突如其来的爆炸让她愣在原地，亲眼目睹至亲的死亡。后来，她忘记了过去的一切，忘记了父母的样子，还有那场可怕的事故。我在医院里看到她脸色惨白，蜷缩在病床上，心中顿时充满遗憾和愧疚。我认为我有责任代替同事照顾她，老谢却觉得这件事与我们无关。我们为了研究都不打算要孩子了，哪还有精力照顾别人的孩子？为了让老谢同意，我只好退居2线，让小妍惯了谢姓，来到家里当少爷。我尽自己所能，亲自教授他一切，给他最好的生活和教育。然而，谢瑞妍并没有成为我期望中的样子，不像他母亲那样聪慧无私，他变得懒惰贪婪，惹是生非。成年后，除了管我要钱，几乎没有更多交流。我的心随之一点一点冷下去。现在，谢瑞妍终于知道我留给她的是什么。她呆呆望着地面，眼神痛苦迷茫。我虽然释放出深藏心底的秘密，却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滋味。本来不想告诉她这个事实的，可在被她关在卧室的那3天，我试图诉说我们相处的快乐，诉说她的成长点滴，来换取她的同情。结果我错了，她真的对我毫无怜悯。在之后，我对她的亲情就只剩下失望和厌恶。果果在一旁尖叫着：“原来你不是老太婆的亲生儿子，她的钱跟你都没关系。我们欠的那些钱怎么办？你们都是骗子，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”他冲上去，撕扯谢瑞妍的衣服，在她手臂上抓出一道道血痕。谢瑞妍顾不上果果的怒骂，径自离开谢宅，关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不吃不喝，也不见任何人。直到大年初1的早晨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警察打来的。郑女士，很遗憾通知您，您的儿子谢瑞妍被发现死在家里。他在除夕夜喝了1整瓶白酒，在屋里点了个火盆，还一直攥着手机，和我的对话框里留下最后一句话：“妈，谢谢您爱过我。”这句话后面跟着一个红色的感叹号。听到这个噩耗，我的脑中一片空白，只剩下谢瑞妍死了这5个字，不断回想。我怨过他，也怨自己，但是得知他比我还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心中还是充满了悲伤。毕竟是我抚养了几十年的孩子，我对他毫无保留倾注过母爱和希望。我缓缓地挂断了电话，走到窗前，外面鸟语花香，阳光明媚，我却觉得有些刺眼。想来是年纪太大，很多美好的东西都留在过去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我妈是个圣母，期末考试，同学污蔑我作弊，害我被老师约谈。我准备找同学对峙，可我妈却说只是个期末考试，同学也不是有意的，要我别斤斤计较。我和表妹考上了同一所职高，她翘课出去鬼混，被捡尸怀孕，表妹却说是我带她出去玩，害她被人侵犯的。哪怕我报警，在室友和同学的力证下，证实表妹的事和我毫无半点关系，我妈还是对我又打又骂，怪我自私，没照顾好表妹，还指责我，说我是姐姐，为什么不能多让让表妹？甚至在她明知表妹情绪不稳定，口口声声扬言要杀死我的情况下，还主动打开了我卧室的门，让表妹进来，将我活活捅死，再睁眼。我决定要让我妈把所有人都给得罪个干净。我倒要看看，当要背黑锅的人是她时，她还能不能大度。我从老师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，我确定我重生了。上辈子何妨污蔑我偷偷带小纸条，害我被老师约谈，取消了期末成绩，被分到了最差的班。
我去找老师告状，我妈却先一步到老师办公室，说我不懂事，给老师添麻烦，又给何芳送芭比娃娃，说我是个事儿妈，别和我计较。老师本来还觉得我是冤枉的，这下彻底相信了我就是作弊。我站在门口气得浑身发抖，我妈在门内听老师的夸奖，听得飘飘欲仙。李珊家长，你真是太好了！要是所有家长能像你一样考虑老师和其他同学的感受就好了。我没考上大学，和从小逃学的表妹上了同一所职高。我妈天天对我千叮咛万嘱咐，作为姐姐要照顾好表妹。结果她翘课出去鬼混，被捡尸怀孕，表妹却说是我带她出去玩，害她被人侵犯的。哪怕我报警，在室友和同学的力证下，证实表妹的事和我毫无半点关系，我妈还是对我又打又骂，怪我自私，没照顾好表妹，还指责我，说我是姐姐，为什么不能多让让表妹？甚至在她明知表妹情绪不稳定，口口声声扬言要杀死我的情况下，还主动打开了我卧室的门，让表妹进来，将我活活捅死。再睁眼，我决定要让我妈把所有人都给得罪个干净。我倒要看看，当要背黑锅的人是她时，她还能不能大度。我没有找何芳，直接去了监控室调了监控，2个摄像头无死角，证明我没作弊。何芳被停学，我成绩优秀，被分到重点班。这一次，我不信我考不上大学，一定离这个圣母婊远远的。我妈不仅是圣母，还是个绿茶，把自己包装成善良的小白花。初3那年，我每天学习时间很紧，我妈还让我每天去给生病的奶奶陪床。考试前一天晚上，我和她说今晚不去了，奶奶半夜起来要上厕所，我第2天要考试，想睡个好觉。我妈到处和别人说，我嫌奶奶生病给我添麻烦，耽误我考试。奶奶听了伤心不已，再也不理我。所有在我妈周围的人都是坏人，只有她一个人是好人。这次我以为稳了，班都分好了，结果期中考试的时候，我所有的学习笔记都不见了。我已经条件反射了，妈，我放在桌上的笔记本呢？我哥躺在沙发上玩手机，闻言从沙发上跳起，你找不着东西老问妈干嘛？我不想理他，又大声问了一遍。我哥冲到我面前，大声嚷道，自己的东西不收拾好，还特有理是吧？看我哥一直骂我，我妈还一直装死。妈，我看见你拿我笔记本了，你放哪去了？我妈这才慢悠悠地从阳台出来。之前苗苗要准备期中考试，说你的笔记记得全，拿去看看。苗苗是我姨姨家的孩子，单亲家庭出身，是我妈圣母心泛滥的对象之一。只可惜受累的不是她自己，她天天压榨周围的人，填补她的圣母欲望。妈，李苗苗这周期中考试，我难道不考吗？我和她一个学校的呀。我哥不耐烦地推了我一把，吵什么吵？没个破笔记本还考不好试了？要是你只靠笔记本考试，说明你本身就是那个水平，别给妈找事，听见没？我气得说不出话。我妈倒是一脸娇弱，梨花带雨地说，珊珊，你有记笔记的好习惯，就多帮帮表妹。表妹上课认真听讲，没记全笔记。我哥转过身，妈，别和他啰嗦，蠢得要死，以为记个笔记就能考好了，莫名其妙上了重点班，总会原形毕露的。好，巴掌打不到自己身上，不知道疼是吧？上辈子我替你挡了多少圣母攻击？我妈的一个远房侄子来市里做生意，说我哥和他长得像，要拿我哥身份证去借贷款。我觉得不对劲，偷偷听了他们的对话，才知道这个男的就是烂赌棍，自己欠了一屁股债。看我哥有正经工作，
好贷款，这才把主意打到我家。我哥不同意，我妈竟然偷偷拿我哥的身份证和工作证明给人家。我悄悄报警了，这才救了我哥一命。我看看这次没有我，哥你怎么扛？我留有后手，上辈子已经用它记笔记了，这次重生一直不习惯在手写，所以我已经把所有笔记移到 Pad 上了。笔记本上的只是我上课随便打草稿的，所以表妹呀，学习不好，笔记也看不懂喽。这一世我对圣母妈处处提防，每次都堪堪过关。上一世我妈一大早跑去给隔壁奶奶做早饭，和我说小孩早上吃多了会打瞌睡。我每天饿着肚子去上学，一大早饿得头昏脑胀，啥都没学进去。我妈还会偷我爸给我的零花钱给表妹，让她买新衣服、买文具。我一年四季用最便宜的钢笔，吃最便宜的面包。表妹拿着我的零花钱在学校装富二代，这一世我拿着零花钱，每天早上到早餐铺把自己喂得饱饱的，买自己喜欢的课外书，泡在图书馆一天都不回家，晚上自己找个小饭馆吃饭，和圣母妈彻底划分界限，不要太爽。终于到了学期末，有一个心理测试是需要在周六早上自己在家完成的。我在被子里迷迷糊糊的，听见有人偷偷摸摸的进了我房间。我一下子清醒过来，原来是我的圣母妈妈来拿平板了。我却假装睡得死死的，躺在床上看着她把平板拿走了。直到门外传来轻微的声音，确定我那个好表妹拿了平板之后，我才打了个哈欠，慢悠悠地从房间里出来。还有20分钟就考试了。妈，你可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留啊！我平板呢？找不到平板了。今天我爸也在家，平日他出去开长途汽车很辛苦，也不常在家。但就算这样，他也很清楚地记得今天是我要用平板考试的日子。我爸急忙从床上跳下来，快找找，找不到爸给你借一个。我悠悠地说，每个人的考生信息和 IP 地址都是绑定好的，现在借也来不及了啊！那岂不是别人也用不了你的平板了？我看着我妈，对呀，防止有人作弊嘛。哎呀，那我赶紧让苗苗去借个新的。妈，今天的考试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没了这个成绩，我很可能没法参加高考，不是和你说过吗？我妈在一旁又是一副受气小白花的样子，苗苗看着多可怜，连平板都没有。我想你到时候去补考一个不就行了？妈给你证明好吗？爸爸妈妈都在，咱们不担心好吗？过来还想搂我？我一把推开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拿我的号胡打怎么办？是个反社会分子怎么办？3年的高考我都别想参加了。对面的门被大力甩开，一大早吵什么吵？不就平板用不了？那没有平板的孩子还不活了？不要给自己考不上大学找借口，老甩给别人。我妈看有人撑腰了，梨花带雨的哭起来，看把妈又气哭了。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我爸在一旁急得团团转，从桌上拿起汽车钥匙就要去给我买个新的。哎，这不是有个平板？这是，爸，这是我的。李瑞懒洋洋地回道：“公司的 Pad 管密码的，借不了。”我轻轻走了过去，拿起那个平板，假装看了看。哥哥，这个是我的哦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李瑞一个箭步冲过来，不可置信地看了看，怎么回事？我的呢？可能妈妈拿去给表妹了吧？我无辜地眨眨眼睛，回了房间开始答题。客厅里传来李瑞的咒骂，我妈还在一旁劝李瑞先把平板给妹妹用用，和文盲是说不清理的。我哥那个Pad是专门管理公司密码串的，只有网络部员工授权才能开启，
强行开启会锁机，10分钟不解锁，内部网络就会自动关闭。这一来一回的，公司都损失多少钱？你说我哥能不急吗？别急，一起来尝尝圣母的关爱。毫不意外的，我哥被解雇了，还要给公司赔一大笔钱。原本他的甜美女友靠他养着，在外边租房住，现在他被解雇了，他搬到家里和他一起住。2个人经常开开心心的开车出去玩，天天发朋友圈，配文：善良的人总是很幸运。好呀，看看善良的人把屎拉你们头上，还会不会很幸运？高考结束之后就是毕业舞会，一贯在学校里假装富二代的表妹，非要他妈给她买礼服裙。上辈子是我妈把给我买裙子的钱给了他们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我爸在外边不分昼夜的跑了1周的车才赚到的。他特意叮嘱我妈给我买新衣服，别让大学的同学看不起。我妈转头就把钱给我表妹了。这一世，我爸直接给我微信转账。珊珊，你妈就是那样的人，别和她计较，拿钱买点新衣服，好好上大学。爸，以后你给我的钱别给我妈了，她脑子有问题。那边一直显示输入中，过了好一会，发来一句：好，有困难找爸。我爸又何尝不是受害者？奶奶去世那年，有2套房子，刚好2个儿子1人1套。我妈这个250，自己跑到奶奶床前说二叔家里没自己家富裕，自己家老公能干，硬要奶奶把2套房子都给二叔。刚嫁进来的二婶都惊了。我听见她背后给他妈打电话，说我妈脑子有问题。等我爸跑车回来，房子户主都换完了，我二叔卖了1套，自己住1套，一夜暴富，和我爸也不联系了，生怕我爸把房子要回去。我爸跑了这么多年车，累了一身病。我妈从没说过存下钱给他做身体检查，或者给他买点营养品补补。但凡别人送点好东西，他不是送给我姨，就是送给邻居，笑眯眯的得别人一句夸赞：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。我妈年近50，皮肤白皙细腻，身材窈窕，都是我爸在外边累得吐血赚的钱。真正的善人难道不是我爸吗？这次没了我爸给我买衣服的钱，我倒想知道我妈的圣母光环会笼罩谁呢？姐，别人毕业典礼都有礼服穿，我看淼淼可怜呀。大姨在外边和我妈哭诉道：你们家珊珊的裙子准备好了吗？我妈似是不知道这个事情。不知道啊，珊珊没和我说。你等会儿，我问问珊珊，有的话肯定先给妹妹穿，哪有姐姐穿的道理？我没有啊，老师说穿平时的衣服就行，不用穿礼服裙。我姨的脸色红白交加。哎，算了，不肯借就算了。我轻声嘟囔一句：小韩姐姐的裙子还没熨呢。什么什么？耳尖的大姨听着了。我哥那女朋友是主播，衣服太多放不下，把我房间当仓库，几个衣架上全是她的衣服，全是晚礼服。这不是瞌睡送枕头，刚好吗？我领着大姨，你看，全是礼服裙。我妈在一旁不吭声了。圣母也是看人下菜的，得罪得起的教你善良，得罪不起的就装死。大姨，我妈肯定都想让你拿走，怕你拿不动，你自己挑，挑上了就带走。我笑眯眯地看着我妈，妈，是要大姨随便挑的吧？我妈不接话。按理说，正常人都该拒绝了，可惜我姨让我妈惯坏了。没事，我力气大，都能拿走。我哥那女朋友回来看上班穿的衣服全没了，天都塌了，那都是从公司借的呀。我哥气得发疯，你知道那些衣服有多贵吗？哎呀，哥，做人要善良，表妹那么惨，毕业舞会连礼服都没有，给人家2件怎么了？
善良的人总是很幸运。你忘了，你还会找到新工作的呀。有能力的人在哪里都会发光，没有礼服又怎么样？小韩姐姐照样 PK 第1名。我哥女朋友把家里砸得稀巴烂，还把我妈头打破了。我哥出去追他那女朋友，说要和家里断绝关系。这下可好了，下个月我去上大学，家里就我妈一个人，终于可以安心当圣母了。没有表妹的大学，上的不知道有多爽，每天认真上课，下课化个美美的妆，和小姐妹出去逛街、吃火锅，一起感受大城市的活力和美好。上辈子提心吊胆的生活好像一场梦。表妹是第2年来的，她又复读了1年，考到了我们大学下属的一个职专。按我妈的话来说，方便姐妹互相照顾，其实就是方便吸我的血。没过多久，我隐隐听到过一些表妹的传闻，说她同时交好几个男朋友，有2只手数不过来的校外大哥，表白墙上天天都有女生和表妹扯头花。同宿舍的女生也给我说八卦，你知道某某院的李苗苗吗？听说在做援交，价格还不低呢。我闺蜜男朋友说的，我不动声色。女生这种事别乱造谣，心里慌得要死，因为我知道上一世他就是这种人，和几个不认识的男的出去喝得酩酊大醉，和警察说是捡尸，其实就是嫖资没谈拢，他不甘心罢了。我战战兢兢地熬到学期末，想到下个学期我就可以出去实习了，松了一口气。我和宿舍小伙伴回寝室的路上，几个黄毛拦住了我。你是李珊对吧？你妹妹欠了我们3万块钱，说你还我们，你看看啥时候送过来，我们就在这等。室友们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小黄毛踢踢牙，你妈让我来找你，别磨叽，说以后你妹的账都找你要。我告诉你，你哪个专业哪个班，哪个寝室哪个老师，我们知道的清清楚楚，别耍花样。说完，还拿出一张我穿着清凉的睡裙，在床上睡得四仰八叉，该露的地方全露的照片，淫荡地笑了笑。到时候不还钱，就把这张照片发你们学校贴吧。我心掉到了谷底，2个人在说些什么我都听不见了。这张照片只有我妈能拍到。我几乎是被室友们拖着回到了寝室，黄毛还在那里等我。我心急如焚，生怕他们把我照片发到贴吧上。我想先借钱还了这次，反正下学期我也不住了，到时候找不着我说不定就算了。可是当我开口的时候，刚刚热情满满给我出主意的3个人都不说话了。是啊，圣母在身边久了，以为谁都是圣母。珊珊，我们的生活费也不多，而且这种钱你肯定是要不回来的。你妈都能为了你表妹把你卖了，你还能指望你表妹还你钱？你要彻底和你妈和你妹断了关系，让他们不敢再把主意打到你身上。我静下心，仔细想了想，那个黄毛应该不是我们学校的人。我心里有了决定，我先回到那个地方，告诉他们约好时间，明天在学校西综合楼的广场上还他们钱，然后直接去了派出所，报警有人拿我的私密照片勒索我。明天他们还要来学校问我要钱，到时候希望警察抓住他们。警察还特地问我了一遍，是社会闲散人员对吧？我坚定地点点头。如果是学校的同学，老师们很容易包庇，以一个同学之间的摩擦的理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但社会人员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完全就是勒索，会坐牢的。3万又不是小数目，而且西综合楼的广场人很少。我很期待明天他们有更过激的要债行为。和我想的一样，这2个黄毛看我一个人来，比昨天更嚣张。看我没带钱，
两个人开始动手动脚。我拼命压住我反抗的冲动，假装柔弱可怜地往后退到警察可以看到的视野里。两个人看我不反抗，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更来劲了。一个上手直接撕了我的开衫，我假装不小心绊倒在另一个的怀里，忍住想吐的冲动，颤颤巍巍地说：“不要不要！”眼看其中一个手就要伸到我的裙下，被冲上来的警察一声怒喝，压倒在地。我假装受惊的晕了过去。两个黄毛在派出所151时啥都说了，李苗苗确实在援交，而且现在已经怀孕了。她和她的黄毛男友还在搞仙人跳，觉得怀孕妇女做这个能骗更多钱。可惜在黑吃黑这条道上，永远有人比你略胜一筹。李苗苗和黄毛被人识破了，人家要他们赔10万，还差3万的时候，遇见了我妈这个圣母。我妈担心李苗苗没钱受欺负，让他们找我要简单明了的案情。两个黄毛勒索加强奸未遂，估计要蹲大狱了，还不知道要蹲多久。李苗苗挺着4个月的肚子，哭得死去活来。我妈搂着她，一脸疼惜。辅导员老师一脸严肃地建议李苗苗打掉小孩，可以给她延迟毕业，把身体养好再来上学。我妈疼得一下站起来：“你个老师怎么说话呢？这是一条小生命，你懂不懂？千辛万苦来到我们苗苗肚子里，怎么能让她去死？”辅导员老师惊呆了，黄毛惊呆了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只有李苗苗还抽抽搭搭地哭着，已经习惯了我妈的思维方式。苗苗，别听他们的，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你做母亲的快乐。那我没钱养怎么办？没事，等珊珊大学毕业了，她帮你带小孩。我在旁边冷笑：“你先生下来再说吧。”我在一旁假装同情这2个脑残。你们不知道，我妈可好了。她特别愿意伺候别人，尤其是我表妹。之前就说过一定会伺候我表妹把孩子生下来，帮她坐月子。她这个人呀，最看不得别人受苦，一定要帮一把的。周围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在回家路上，我妈埋怨我：“你怎么这么自私？本该是你照顾你妹的，现在没照顾好，怎么让我照顾？看，这就是圣母的本质，别人吃亏她当圣母，自己吃亏谁爱当谁当。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你要照顾表妹生小孩了呀。”李苗苗兴致勃勃地冲上来，一把搂住我妈。大姨说：“好了，你可要一直管我和宝宝哦。今天我和刘正可就搬去家里了，我可没说要照顾刘正啊。”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。怎么能亲手毁掉自己圣母的一面呢？我拍拍我妈的手：“妈，有爸爸的陪伴，孩子才能成长得更健康呢。”我妈这下可忙起来了，听我姨说，每天伺候我表妹吃喝拉撒，给黄毛洗衣服、内裤、买菜做饭，一应俱全，情到深处，我姨都不禁感叹起来：“我姐真是个好人啊！”现在表妹已经捏住了我妈的命门。我妈一说腰酸背疼，我表妹就在周围邻居那到处宣扬。当时是我大姨喜欢孩子，我才想生下来。她说一切她都管的，现在孩子还没生下来，我大姨就不想管了。我妈最听不得别人说她不善良，这么一说，她干得更起劲了。我过年回家，往日里把自己打扮得精致优雅的我妈不见了，一个皮肤糙黄的胖女人紧皱着眉头刷马桶。我表妹倒是精神了很多，曾经头发枯黄干瘦的精神小妹，现在白白胖胖的，连带着旁边的小黄毛都顺眼了起来。小黄毛嘴里说着：“阿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”，手里的瓜子却没停。我妈在地上扫瓜子壳，黄毛的瓜子一个接一个的磕，
平时我妈打扫的纤尘不染的床单上面斑斑点点全是油渍，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臭袜子味。原本我的房间现在是黄毛和表妹住，我妈倒是还一个人住她那间大卧室，我都气笑了。我在旁边支招，人家都说小两口睡主卧，妈你怎么一个人占这么大卧室呀？你把这么小卧室给表妹她们睡，对孩子发育多不好。我妈狠狠瞪我一眼，你看妈妈这么辛苦，该给妈妈分担一些呀，怎么还说这种话？我两手一摊，我是为了妹妹好，妈别那么自私啊，这都是我妈原来给我说的话呀。妈，你自己好好感受一下吧。表妹终于生了，我妈终于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每天给我打电话，催我回去帮表妹带孩子。珊珊，可是你说的，苗苗生了孩子你来带。我一边慢慢打开考研的书，一边问她，那天你说完，我答应了吗？我马上还要实习呢。不实习学校不给毕业呀。我妈急了，你可以延毕呀。珊珊的孩子重要还是你毕业重要？当然是我毕业重要。但和我妈，我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一个一心只想拿别人劳动成全自己的圣母，只是自私的利己，根本不是善良。我爸每年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直接转给我的，而且这几年没有我表妹的那些破事，我兼职帮别人写代码也赚了不少钱，不用家里的钱我也能活得很好。圣母爱给别人当妈，当去吧。再见到我妈是在医院，还是我爸把我叫过来的？我妈晚上带孩子，白天洗尿布、做饭，伺候一大家人，累晕了。还是我爸刚好休假回来发现的。表妹和她的黄毛男友去打牌了，要到半夜才回家。我爸才知道家里的情况，气得发抖，让表妹和黄毛立马搬出去。爱去哪去哪，被养了这么久，怎么可能愿意走？表妹抱住我爸的腿，哭得几乎要晕过去。黄毛说让他们走，就让道上的兄弟杀我全家。我爸气不过，报了警。警察来的时候，我妈说是自愿收留表妹在家的，自愿给他们一家当牛做马的，还怪我爸随便报警，让表妹陷入难堪的境地。我爸气得头发一夜之间都白了几根。我告诉你，我在外面赚的钱是养你、养珊珊的，不是养这莫名其妙的亲戚的。我们离婚。我爸一个1米8的大汉，颤颤巍巍地说完这几个字，眼睛都红了。我们都以为我妈会挽回，她没有。好，苗苗那么可怜，小小年纪就有了宝宝，我不管她谁管？离婚我也要继续管她。周围的邻居刚开始还说她人好，现在都觉得她有病。过了几天，她又住院了，灯坏了。他修灯的时候把腰摔坏了，这段时间只能躺着。黄毛和表妹忙着打牌，没人管他。这时候想起我了，我本来没想去，因为只要沾上圣母，就会遭遇不幸。但我哥给我打电话，说他也在，要和我商量一下分财产的事。我屁颠屁颠的去了。我哥被我妈背刺之后，脑子清楚了不少。我们当着我妈的面平均分了她的存款，房子给你吧，我懒得管她，以后她的事别来找我了。说完，挽着他的小女友走了。我回了趟家，准备把自己的东西都带走，然后房子卖了得了。至于圣母，我想着伤得不太重，养段时间应该能好，到时候她自食其力吧。结果一回家却看见满屋的血，一个胸前中刀的男人仰面躺在客厅的地板上，表妹和黄毛不见踪影，只有还没满月的小宝宝在摇篮里嚎啕大哭。我颤抖地抱出孩子，扑到门外去求救。打了110之后，就坐在院子里慢慢冷静。那个男的我见过，经常和表妹他们在院子门口的棋牌室打牌。难道又是债务纠纷？
我脑子乱得像一团浆糊，恶心的要吐。警察来了，很快就封锁了现场，开始逐个排查嫌疑人，调查表妹和黄毛的去向。我作为唯一的在场证人，录完了笔录，回到了学校，等警察的传讯。再找我的不是警察，是我妈，还是我姨推着轮椅带她来的。珊珊啊，你妹妹真是命苦啊，好不容易有个对象，还不是好人，把人杀了怎么办啊？吓得我赶紧悄悄打开了手机录音。那个黄毛打牌欠了人家钱，人家找上门来，黄毛不给跑了，你妹妹能怎么办？只能把人家捅死了。珊珊听妈说，你是个好学生，你要是说是你杀的，你的老师同学都会保你的，大不了蹲几年看守所嘛，你还有爸爸妈妈呀。我现在听到这种惊世骇俗的话，已经麻木了。从我妈嘴里说出多坑我的话都不足为奇。妈，杀人是要偿命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我代替李苗苗去死吗？我妈一拍大腿，怎么会？我懂的，到时候妈妈说你从小就是精神病，没事的，不判刑的，去精神病院待几年也就出来了。你想想你妹妹多苦啊，还要带孩子，还没有学历，以后日子多难啊！你从精神病院出来，求求现在的老师同学，说不定就能给你一碗饭吃呢。滚出去！我出门就把录音交给了警察，证据确凿，当晚就实施了抓捕。庭审当天，我那表妹拼命挣脱警察，把屁颠跟在她身后的我妈推下4米高的台阶。谁要你好心啊？要我生孩子，还要我带孩子，要是没有这个小贱货，我现在不知道有多滋润。你知道他们叫我什么吗？已婚妇女。我再也不是李大小姐了。我看着已经疯魔的表妹，心里真是畅快。让你给我买张火车票，你居然跑去和李珊说，你不知道李珊六亲不认妈，贱女人，你害死我了。直到警察冲过来制服他，他嘴里的叫骂仍然连续不断。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，我才假装刚刚看到似的，慢慢扶起我妈。可怜的老太太，腰还没好利索，把腿又摔坏了。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这个治不了了，估计只能坐轮椅了。我慢慢地把我妈推回病房。妈，我爸已经谈了新女朋友了，年底就结婚了。那个女的自私得很，只知道照顾我爸身体，每天只在乎他们2个人吃饱穿暖。听说担心我爸身体不好，明年再也不让我爸开车了呢。我哥呢，估计明年也结婚了。谁能想到我哥能不声不响认识个富二代呢？人家只有一个要求，女儿女婿要在家里住。我哥乐得跟啥一样，人家有几百平的大别墅，前后几公顷的大庄园，傻子才不住。估计以后只有我还能想得起来你，但明年我估计要出国交流了。你说怎么安排你呢？把你给我姨照顾，还是把你送去养老院呢？我看我说了半天，我妈没反应，往前一看，我妈已经口歪眼斜，嘴角流着口水，那呀的，说不出话来，被我气中风了。这怎么能叫医生？现在正是周末，医生护士来来往往，大家都忙得要死，怎么能给人家添麻烦？我俯身摸摸我妈的脸，妈，知道你不想叫医生，我推你回病房好了。鉴于我妈已经口不能言，去我姨家肯定会耽误我姨的工作，这想必是我妈最不愿看到的。于是我精挑细选，给我妈挑了家养老院，其实可以请护工的。最初和我哥也是这么商量的，把卖房子的钱匀出来，专门给我妈当养老基金，原本也不少的。只是我表妹这么一弄，现在那房子成了凶宅，没人敢买了。我也没有闲钱养我妈呀，只能别人说多少我卖多少。终于含泪半价卖出去了，
那我妈的待遇也要相应降低了，护工请不了了，只能去私人开的养老院了。我周末看她一次，周围的叔叔阿姨倒是很好，看我妈不能说话，都挺照顾她。那我也不得不讲一些我妈的丰功伟绩了。我妈怎么劝我表妹生下和黄毛的孩子的？孩子满月了，我妈说不急着结婚，我妹捅死了要债的，我妈让我去顶罪。警察说我妹是正当防卫，我妈说被捅死的混混好可怜，正大光明的要债，却被我妹捅死了，要警察重重的判，赔得越多越好。周围的人脸色渐渐不对了起来，看向我妈的眼神也从同情变成了震惊。这人脑子有问题吧？怎么会有这种人？这不是害了人家吗？这种人真是造孽呀！周围人的议论声越来越大，我抹着眼泪，我妈就是人太好了，他们都太不识相了。周围人散开了，我妈梗着脖子，啊呀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我擦了擦她的嘴角，妈，想当好人就别给别人添麻烦。走他！我看着护工一脸不耐烦地推他进去，一边骂一边踢。你是蠢货吗？怎么口水又掉下来了？真的，爽死！过完暑假，我就准备收拾东西出国了。我爸还叫我去他和阿姨家吃饭，偷偷给了我一大笔钱，让我去国外别抠搜，该怎么花怎么花，还神神秘秘地看着我。别怕，刘阿姨可有钱了。他都和我说了，你研究生就在国外上，爸爸掏钱。后来我那表妹被判了防卫过当，在监狱里待了几年就出来了。出狱第一件事就是去养老院手起刀落，结果了我妈又进去了。我们全家给我妈办葬礼的时候，又见了那个本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小孩子。可能是我妈弥留的气场作祟，我竟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：“可怜的小孩子，都是我妈害惨了你。”说完，我就给自己一个大逼兜，死嘴，让你乱说！果然，那黄毛闻着味就来了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希望我出点钱，让孩子上个幼儿园。他还以为圣母遗传呢。我给他们一人一个大逼兜，好好认清自己吧。走出了我妈的灵堂，还是感慨，自私的活着真好啊。